和姜慈在一起的第3年，他突然爆红，成了新晋顶流。为了立住人设，他迫不及待地甩掉我，在镜头前称我们此前种种皆是炒作，铺天盖地的谩骂和网暴，让我丢了心系，被公司雪藏。后来我在拍摄一档小成本网剧的时候意外落水，让我的记忆倒退回了20岁。我不认识姜慈，只知道我有个男朋友叫顾战。我打电话给他，问他怎么还不来接我回家。电话那头的男人怔了片刻，说了声等我，这就来。顾战赶过来的时候，我刚哭过一场。医生说我是意外落水，磕坏了脑袋，要住院观察几天。他跟医生了解过情况后，走到我床边坐下，冷静地向我转达注意事项。我鼻子一酸，又想掉眼泪了。顾战眼底闪过一抹慌乱，急忙抽了纸巾给我。别哭别哭，医生说了没事，不会有后遗症的。我接过纸巾，擦了擦眼泪，团成一团砸在了他身上。顾战，你对我好冷漠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慢？你知不知道我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医院里怕都怕死了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委屈极了，越说越难过，直到门口的小助理探头进来，我才注意到顾战身上还穿着戏服。小助理有些尴尬，小声道：哥，那边的开机仪式还没结束。顾战起身和他交代了2句，关上病房门后又重新坐回到我身边。怎么不说了？还受了什么委屈？都讲出来，我改。他从片场匆匆赶来，情绪还能这么稳定，倒显得我有些无理取闹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问他：你不是刚杀青不久吗？怎么这么快又进组了？他愣了一下，似想起了什么。最近档期有点满，等这部戏杀青了，我带你出去玩。好，那你好好拍戏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，等杨姐空了就能来陪我了。我们2个在娱乐圈里都是小糊咖，能有戏拍是天大的好事，我不想他因为我浪费了机会。他点点头，应了声好，然后拿起桌上的苹果，耐心削了起来。我拿过手机，想看看杨姐有没有发消息过来，却见屏幕上跳出了一条娱乐新闻：昔日 CP 彻底 HE， 程渊难忘旧情，拍戏恍惚落水，姜慈面对记者追问一度冷脸。程渊，这不是和我一个名字吗？姜慈又是谁？我好奇地点进去，却发现新闻里的照片正是我自己，而那所谓的姜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新闻上说，姜慈澄清了 CP 炒作后，程渊伤心欲绝，几乎处于退圈边缘。小编猜测他是真的爱他，而后又编造了一系列谣言，什么我现身机场，尽显疲态，姜慈和新晋小花却打得火热。我看到最后没忍住笑出了声。看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我接过顾战递来的苹果，顺手将手机递给他。你看，我这么糊的一个人，居然也能上新闻。他们编得好离谱，图 P 的倒是很真，哈哈哈。顾战握着手机的手颤了一下，语气中带了几分不确定。阿渊，你认识姜慈吗？是新人吗？我没印象了，你认识他？新晋顶流，粉丝很多。完了，那这么一造谣，他的粉丝不得冲了我？我吓了一跳，顾战却不慌不忙地安慰我：没事，糊就是咱们最大的保护色。你就记住，不管他们怎么黑，怎么造谣，全是冲着姜慈来的，和你没关系，不用看，也不用在意。也对，我一个小糊咖，粉丝都没几个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顶流的工作室一定会出面处理的。我放下心来，咬着苹果，玩起了手机里的消消乐。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醒来的时候，顾战说杨姐已经来过一趟了。杨姐最近手里带了新的艺人，比较忙，而顾战刚和剧组那边请了假，他说要陪着我，一直到出院为止。我和顾战在一起这1年多，他总喜欢和我拌嘴，加上工作压力大，很多事上他也想不起来让着我，为此我俩没少吵架。但自从我这次伤了脑袋以后，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他把我照顾得极其周到，不管我怎么使小性子，他都不会生气。从前他最在意形象，不许我弄乱他的头发，现在不管我怎么摆弄，他都只会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。顾战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？要不然怎么会对我百依百顺？他坐在小板凳上，趴在床边，扒拉着我的手指头，轻笑出声。因为你终于想起吃我这颗回头草了。啥？你再说一遍。他赶紧捂住嘴巴，摇了摇头。好话不说2遍。这语气又好像回到了从前的顾战。我出院后，顾战回了剧组拍戏。杨姐说那部小成本网剧还在等我回去。我不记得是哪部戏了，或许这一摔是真磕坏了脑袋，但机会难得，我只好假装应下，又抓紧恶补了一遍剧本。片场休息的时候，我给顾战发消息，咱俩是真要好起来了，居然都有戏拍。顾猪猪，那可不，说不定下个爆红小花就是你了。嗨，谦虚。顾猪猪，好的，我的大明星。我正抱着手机傻乐，导演那边叫我们去拿咖啡，说是江哥在隔壁组探班，顺便也请了我们一起喝咖啡。一群人挤在桌子前，我站在最后面，勉强能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站在房车旁边，戴着口罩，由助理撑着伞。这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江哥了。人红就是不一样，可以随便请大家吃喝，可以坐得起那么贵的车。再想想我出院时顾战租来的车，已经是我坐过最好的了。不过没关系的，程渊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和顾战都会好起来的。人群聚得快，散得也快，很快就轮到了我。我伸手拿过桌上的咖啡，那位江哥却突然朝我走了过来。过来，上车说话。我受宠若惊地坐进房车，赶忙向他伸出手。江哥你好，我叫程渊，是一个18线小演员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他关上车门，摘了口罩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你又耍什么把戏？我听说你前段时间住院了，我希望你明白，咱俩的咖位早就不在一个档次了，不要揪着我不放，好聚好散，明白吗？他的话我听得云里雾里，这张脸我倒是认出来了，原来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顶流姜慈。想来是那些营销号的造谣被他知道了，人家是大咖，我是小喽啰，自然得抓紧道歉。我朝他鞠了一躬，正色道：江哥放心，那都是营销号乱写的，我会立刻发微博澄清，绝对不会打扰到你的工作。
江慈有些奇怪地看着我，轻咳了一声，示意我坐下。你别一口一个江哥的阴阳我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以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的名字和我的出现在一起。顶流就是牛，说起话来都屌屌的，那些东西是别人造谣，又不是我蹭热度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心里有些生气，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是努力保持着职业假笑。好嘞，江哥，我知道了。也不知道我这么老实的回答到底怎么惹到他了，他脸色一沉，冷声道：程渊，哥放心，我这就滚。我没敢再多待，急忙从车上下来，跑回了自己的休息区。却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和江慈一起上了热搜。井号江慈片场探班程渊，井号江慈程渊共坐一辆房车，井号江慈程渊疑似旧情复燃，井号铺天盖地的热搜下是铺天盖地的谩骂。江慈的粉丝炸了锅，开始疯狂刷屏模式。晦气女拜托离江哥远点，上赶着炒 CP 的吃相不要太难看，又是机场摆拍，又是心碎落水的，这姐作秀真是有一手。工作室能不能有点作为？这种毫无底线的炒作，能不能告他人身骚扰？不信谣不传谣，奉劝某些营销号别太离谱。我被突如其来的网暴搞得一脸懵，经纪人杨姐的电话正好打了过来。程渊，我有没有说过让你离江慈远点？你恋爱脑没救了是吧？你还想不想在圈里混？他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，电话挂断的那一刻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和江慈好像真有点什么事。我在电脑上搜索我们两个的名字，从一片谩骂里拼凑出了一个毫无印象的过去。江慈和我一起拍过几部戏，为了收获 CP 粉，在镜头前我们两个一直很暧昧，外界盛传我俩在谈恋爱，对此他从不正面回应，却依然在镜头前偷牵我的手，和我共吃一个冰淇淋，脱外套给我穿。直到他因一部群像仙侠剧一炮而红，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跻身顶流。他开始否认我们的关系，声称过去的一切都是炒作，话里话外都在表明我们关系并不好，是我背后的资本为了捧我才逼着他配合炒作。我看到最后理清了事情的大概，关掉网页时才发现顾战给我打了好多电话，微信也是一长串的消息。他说我已经买了时间最近的航班，这就赶过来。我赶紧回拨给他，那头几乎是秒接。阿渊，你没事吧？我很快就到机场，晚上就去接你，你不要乱想，也不要去看那些人的言论。或许是我真的想不起来，我看这些完全带入不进去。我捂着话筒小声道：顾战，我觉得我可能有问题。他的声音明显焦急起来，你千万别内耗，别往心里去，我很快就来，绝对不会有事的。顾战，我是觉得我脑子有问题，我今年好像26了，但我明明记得我才20岁。我没让顾战来陪我，因为我在网页上也搜索了他的名字，他早就不是我记忆里的小胡咖了，他是如今红透半边天的影帝。原来那场意外落水还是给我留下了后遗症，让我的记忆倒退回了20岁。剧组收工当晚，我在酒店房间里查了一整夜的资料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微博小号，这才发现我和顾战早在5年前就分手了。彼时他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，而我还是老样子，长时间不见面让我没了安全感，而他工作繁忙也导致了我们的沟通越来越少。我们开始出现分歧，开始争吵，到最后不欢而散。后来我在一部古偶中演了个早死的白月光，因角色讨喜的缘故破了一次圈，收获了一些流量。杨姐借着热度给我接了个综艺，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江慈。江慈是和顾战完全相反的人，他伪装得太完美了，细心周到，温和谦逊，会包容我的一切小情绪，一双眼看狗都深情。我和他拍了2、3部戏，从朋友走到了情侣，吸引了一大波 CP 粉，但在镜头前我们从未承认过恋情。江慈说还没到时候，等我们的事业都稳定下来再官宣。我一条条翻着自己的微博小号，不得不感慨，20多岁的我真是越活越回去，是个十足的恋爱脑。和江慈的所有照片，他的笑都是一样的弧度，每个姿势都是恰到好处的暧昧。可那时的我偏偏分不清，自以为收获了完美的爱情。在他吃尽了 CP 粉的红利，提纯了大批伪粉，事业开始上升时，我还在给他介绍人脉，在小号暗戳戳的秀恩爱。20岁的我去看25岁的程渊，恨他不争气，恨他没脑子，却又心疼他是个傻子。因为很快江慈拍的那部群像剧就爆了，他一跃而红，迫不及待地甩了我。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爱丁堡，在他的谎言下，我被网暴，他的粉丝要我滚出娱乐圈，工作室请了大批水军冲了我的微博广场。可怜我粉丝的声音被淹没在了洪流之下，当然也有一部分怨我不争气，脱粉回踩了。我陷入舆论风波，丢了新戏，公司一直不大重视我，索性将我雪藏，我整整8个月都没有接过工作。直到今年，这部小成本网剧是我舆论过后的第一份工作。江慈的公关很厉害，迅速压下了下午的热搜，也删除了我们在房车上的照片。他轻飘飘地摘除自己，只留我1年前的一条节日祝福微博，下面的评论区一片骂声。我心里生气，想狠狠报复他一次。杨姐却说，以我现在的力量没用的，就算我拿出了我们恋爱过的证据，但互联网没有记忆，风声过后毁了事业的只有我自己。程渊，你想好了吗？你和公司的合约就快到期了，如果你执意要和他撕破脸，公司不会参与，解约后你的事情自己解决。小渊，听姐一句劝，女演员的花期太短了，与其去和烂人争，不如多多提升自己，拿作品说话。杨姐她看待问题从来都是一针见血，我接受了她的提议，决定努力工作，证明自己。整理好思绪后，我打电话给顾战，向他表明了歉意。毕竟把前男友叫回来重谈这事，属实不太合适。电话那头风声很大，顾战沉默许久，终于爆发：程渊，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吗？让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。对不起，我脑袋有问题，我不记得我们分手了。所以呢，你现在记得了，又要和我分手，不要我了对吧？他最近很累，每天拍戏到后半夜，只能睡3-4个小时。我听出了他声音中的疲惫，又想到我忘记的那段时光里，我们渐行渐远，不欢而散的结局，心里好像压了块石头，沉甸甸的。
顾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有个小号，那里记录了很多我的生活。我知道后来我们分手了，我很感激你时隔多年还愿意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我。可现在的我虽然是26岁的年纪，却只有20岁的记忆，我很怕我们还会重蹈覆辙。纵使看了那么多记录，于我而言却不能完全感同身受。我感激这次落水让我重新来过，也担忧这次落水会让我和顾战重蹈覆辙。毕竟20岁的程渊太任性太固执。电话安静了许久，除了猎猎风声和呼吸声，我们谁都没有讲话。就在我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时，却听见他说：“22岁的顾战不懂20岁的程渊，但28岁的顾战懂。阿渊，相信我，我们不会重蹈覆辙。”或许这话太矫情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回头草你吃都吃了，反悔也晚了。”在顾战和杨姐的鼓励下，我开始努力找回状态，认真拍戏。2个月后，这部网剧杀青了，顾战又替我联系了圈里很出名的王导，他手中有一部爆款 IP 的改编剧。顾战是圈里的红人，王导给他面子，安排了我去试戏。由于我出道8年，归来仍是素人，还黑料缠身，一开始他们并不看好我。我争取的角色是一个反派女3的角色，这个角色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被主角团打败的那天，他在临死前想起了自己小时候。他也曾有过美满的家庭，也曾是爹娘的掌上明珠，却在家变后被复仇冲昏了头脑，走上一条不归路。台下的副导翻了翻我的资料，皱起了眉头。程渊是吧？出道8年，除了炒 CP， 你好像没什么代表作。4周一片哄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镇定开口：“张导你好，我是演员程渊。首先，我想澄清关于炒 CP 的事情，没有刻意炒作，镜头前的互动是为了给剧和粉丝带来更好的营业态度。其次，我想说，8年来我虽然没有出圈的代表作，但每一部戏我都是用心拍摄的，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，也希望您可以相信我。我是戏的部分是角色临死前的真情流露，他的台词不算多，但这个人物很复杂，有种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感觉。我将自己带入进去，演他的不甘和后悔，绝望与释然。恍惚间，好像看见了25岁的程渊。没有微博记录的那8个月，巨大的压力下，他一个人在家里会想什么呢？思绪翻涌如潮水，我演到最后倒在台上，闭眼的瞬间落了一滴泪。台下一片寂静，王导率先为我鼓了掌。他说：“程渊，好好努力，总有一日你会发光的。”久违的被认可的感觉，更坚定了我继续努力的决心。选角很快就结束了，开机仪式那天，我见到了男女主，都是当下爆火的艺人。女主是前段时间和姜慈在综艺里打得火热的小花，男主是去年因一部大男主剧走红的小生。场外有很多他们的粉丝，各种鼓励和嘱托。在看到偶像朝自己挥手的时候，欢呼声震耳欲聋。我一个人悄悄离场，正准备上车时，看见了一个穿着粉色卫衣的女孩朝我跑了过来。程渊姐姐，她跑得很急，红着脸，紧张地递来了一封信。姐姐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进组快了，你要加油。小姑娘有些害羞，说完就跑了。我坐进车里，拆开了那封信，信上写着：姐姐，做你自己就好，无论外界声音有多大，鸢尾花永远都会守在你身后。手机上恰好弹出消息，是顾战发来的。阿渊，进组快了，明天跑完通告，我去看你。顺便配了一张举牌的小熊表情包，上面写着你的小粉丝。我突然就鼻子一酸，眼眶湿润了。原来这世上爱我的人也很多。我的戏份半个月左右就拍完了，杨姐无缝衔接，又帮我接了部直播综艺，内容比较轻松，大概就是旅游加做游戏。导演是业内新人，资金不足，请来的也都是些不温不火的艺人。我是到达现场那天才听说顾战也接了这个综艺。我坐在行李箱上发消息给他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接综艺了？顾猪猪，我后面要去国外进组了，想多见见你。要是被狗仔偷拍造谣怎么办？顾猪猪，不算造谣，我们本来就是情侣。我是怕舆论对你有影响。顾猪猪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可以公开。他回答的毫不犹豫，倒是让我微微一怔。或许如他所说，28岁的顾战和22岁的确不一样了。顾战接了这档综艺的消息，让节目组受宠若惊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导演也在节目中添加了2名飞行嘉宾的位置。只是我没想到，第一天的飞行嘉宾会是姜慈和我上部戏的女主角林舒。林舒是童星出道，去年年底拍的一部大女主仙侠剧火爆全网，成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小花。她背后的公司希望她能和姜慈合作，互利共赢。姜慈则是应公司要求，为了搭上顾战电影圈的人脉，参加了这部综艺。也不知这位新导演是真的不了解圈内事，还是故意为之。节目开始的第一天，直播间就成了修罗场。姜慈和林舒前段时间打得火热，他俩下个月就要进组拍戏了。我和顾战，传闻说我们私下关系匪浅，多年前真的谈过。林舒和顾战，林舒曾在镜头前表明，下部电影想合作的演员是顾战。有路透说，去年某平台年终盛典上，姜慈和顾战打招呼，顾战没有理他，网传他们关系很差。至于姜慈和我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这第一天的直播，属实是印证了那4个字：贵圈真乱。这些人都是临时签的合同，导演组很多东西准备不及时，出发旅行的车也不够大。其他艺人为了避免引火上身，抢先纷纷落座，车里就剩了2排挨着的座位。林舒上车后选了窗边的位置，姜慈毫不避讳地坐在他身边，还不忘对着镜头帮他整理了防晒衣的帽子。我坐在了他们后面，顾战顺势坐在了我旁边，见我一脸惊恐的模样，他弯了弯嘴角，别担心，天塌下来有我撑着呢。第一站离得很近，约莫20分钟我们就到了现场。导演安排我们抽绳子分组，先破冰。人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我和姜慈抽到了一组，顾战和林舒一组。顾战避开摄像头，主动问了姜慈要不要换一下。我站在他身边，对林舒说，要不我们2个换也行。好啊。
林叔很大方，正要把绳子递给我，一旁的姜慈突然不乐意了。不换，这是直播节目，抽到了什么就是什么。他这反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我记得他以前巴不得离我远远的。第一轮是猜歌的小游戏，正前方的大屏幕上滚动着实时弹幕。我平时听的歌不多，很多前奏觉得熟悉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姜慈倒是勉强猜了几首，但我们组的分数还是很低。林叔自称是华语乐坛的小曲库，答对了很多。顾战倒是和我一样，迟迟想不出歌名。但直播间的弹幕对我们两组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。女儿好厉害，哈哈哈！全程带飞影帝，他俩一动一静，好搭。顾战好帅，刚刚的侧脸简直绝杀。程表真是累赘，为什么还有综艺请他呀？心疼我江哥，这女人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虽说我已经鼓足勇气去面对那些言论，但看到满屏的弹幕时，还是觉得难受。为了和姜慈保持距离，我好几次都要出话了，他又偏偏把我拽了回来。中途休息时间，我摘了麦，忍着怒意小声开口：姜慈，你什么意思？怎么摊上顾战就不叫江哥了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恶心吗？他脸上依旧挂着得体的笑，说出的话却无比恶毒。程渊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当年顾战没名气，你和他分手，现在有名了，你又巴巴的贴上去，大家彼此，谁也别说谁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找了个镜头拍不到的位置骂他：你是傻逼吗？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能看上你这种垃圾？他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，冲着镜头熬出一个完美的造型，然后打开麦克风对我说：程渊，你别这样，现在是工作，不要耽误节目组的进程，大家都是打工人，很不容易的。他这一番不明不白的言论，更加激起了弹幕上对我的一片骂声。他的粉丝纷纷刷屏，更有甚者直接诅咒我去死。我脑袋一昏，眼眶发酸，恨不得立刻和他撕破脸，把他做过的事全都抖出来。可一想到杨姐的话，我又不知该从何开口。顾战先我一步站在了镜头前，他握住我的手，示意我别怕，然后看向了姜慈。姜先生，阿渊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感情很好，你刚刚的话我听不明白，不知道你是想让直播间的粉丝误会什么呢？姜慈脸色一白，正要开口，又被顾战打断。请不要打断我说话，姜先生，这是做人基本的礼貌。过去那3年里，阿渊和你到底是不是炒作？又或者说是谁吃了红利又要急于提纯？是谁3番5次造谣抹黑，引导舆论？我想姜先生心里一定最清楚，毕竟人在做天在看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他说完，又开始面向镜头为我澄清，我和阿渊7年前就在一起了，只不过那时候我们没有名气，粉丝很少，没多少人知道我们。那时候我们太年轻，在追逐事业的道路上，难免会产生分歧和摩擦，因此我们选择了和平分手。待事业步入正轨以后，我才发现当初的自己太幼稚，我对阿渊一直念念不忘，所以我又重新把他追了回来。很抱歉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公开，但我想告诉大家，我比那位姜先生更了解阿渊。这世界对女孩子总是格外挑剔，我希望屏幕前的你们不要被假象蒙蔽双眼。最后，我想跟在场的所有演员说，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拿作品说话，其他动作都是附加值，不要本末倒置，毁了自己。顾战的一番话说完后，直播间的弹幕已经滚屏到看不清楚，他拉着我离开了现场，导演组急忙掐断了直播。娱乐圈的瓜一直真真假假，大家吃得云里雾里，但今天这一出属实是震惊娱圈了。有关我们的话题直冲热搜榜1，榜上前20个词条里12个都在讨论我们。我坐在顾战的车里，他的手机一直在响，是他经纪人打来的。顾战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努力给自己塑造一颗大心脏，也认同了杨姐的观点，尽量避开姜慈。可顾战今日的澄清，却让我觉得自己拖累了他。一个是黑料缠身的女演员，一个是正当红的影帝，我不敢想他的公司现在怒火有多大，他的粉丝又该有多愤怒。电话铃声不断被挂断的时候，有一瞬间，我甚至在想，得知自己失去了6年记忆的那晚，是不是就该和顾战分手？就当他再一次要挂断电话的时候，我按住了他的手，接吧，总要知道公司怎么说。电话接起的瞬间，我一度屏住了呼吸，想象中的咆哮和怒骂却没有传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他经纪人爽朗的笑声。阿战，真爷们，我早就看那姓姜的不爽了，唐宋8大家，最后不承认还要女演员背锅，呸，真恶心。你和小英都放心，粉丝不知道，咱们圈里人还能看不透吗？公关我们来弄，你们一切照旧就好。经过顾战团队的公关，网上的舆论出现了小幅度的反转。出道多年，顾战的口碑一直很好，如今大胆开麦公布恋情，更是被粉丝称为内娱真男人。反观姜慈那边，自然是不肯承认，还发了声明，要给那些扒他炒 CP 的营销号们发律师函。随后，他主动退出了综艺录制，他一走，整个节目的直播氛围都轻松了许多。2个月后，综艺录制收官，顾战去了国外拍戏，我也进了新的剧组。许是最近曝光度比较高，杨姐为我争取到了女主角的戏份。近几年大女主一直是爆款项，我演的女主角乔西就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千金。她性格坚韧，积极向上，在家里出事后，作为全家顶梁柱的她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经商赚钱，筹谋规划，最终带领乔家重返华京。这部戏是我舆论风波后的第1部女主戏，为此我付出了12分的努力。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剧组，自己的戏份拍完了会看看别人是怎样演的。组里有很多前辈，每次向他们请教，我都会有新的感悟。这部剧杀青已是1月份，过年前我春天拍的那部小网剧终于上映。小网剧是偏悬疑的单元剧风格，在寒假热剧中杀出了一个小圈，让我们几个小演员也跟着小火了一把。我的微博涨了很多新粉，短视频平台也能刷到不少关于我的切片了。工作的繁忙让我忘记了过往所有的不愉快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跑通告和进组的路上。女演员的花期太短，我曾因一时糊涂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如今更要加倍努力。过年当天，我一直到晚上才收工，刚走出片场就看见了顾战的车。他的电影拍了半年多，终于杀青，刚从国外飞回来。
我走上前来，被顾战抱住，他身上带着冬天的冷气和独属于他的气息，呼吸洒在耳畔，洋洋的。新年快乐，阿渊！新年快乐！今年由于工作忙的原因，我们两个谁都没有回家过年。在顾战的别墅里，他为我洗好水果，便系上围裙去厨房忙了起来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就想到了20岁的我们。前段时间剧组拍戏时，有一场骑马的戏，我不小心摔了下来，虽无大碍，但碰到了脑袋，那些我失去的记忆便全部回来了。20岁那年，我和顾战也曾一起过了一次年。那时候的我们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，最后做出来的食物却难以下咽。如今7年已过，我和他都变了模样，好在我们还在彼此身边。转过年后，我们两个又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。6月，去年那部爆款 IP 的改编剧终于上映，由于是改编，难免会引发大批原著党的不满，男主女主男二女二，从服饰妆容到演员演技都遭到了大量的批判。在资本的操控下，原著的某些配角的高光都给了主角，人物的设定和台词也都做了改动。而我演的女三虽然叫女三，其实戏份并不多，还是个反派。组里认为反派角色不会讨喜，也没改我的台词剧情，所以在大量的批判中，反倒是我这个角色最还原原著。在各路 UP 主的视频下，我又小火了一把，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些麻烦。我和姜慈当年那些事又被翻了出来，P 图造谣，陈年老料重新上桌。好在我的粉丝和顾战的粉丝早就不吃那一套了。月底，我年初杀青的那部大女主戏提前抬了上来，在暑期半个路 IP 改编被唱衰的情况下，我这部戏竟是空前的火爆。爽文、逆袭、大女主的标签让我终于实实在在的火了一把。采访镜头前，有记者提问，想知道你是怎么从滚出娱乐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我笑着回应，就像剧中的乔西一样，努力做好当下的每一步，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，总有一日会被大家看见。台下不知是哪个平台的记者突然问了一句，过去几年里，你和姜慈的绯闻一直传得沸沸扬扬，我想知道你们是真的谈过吗？台下的记者们一片吸气声，但手中的镜头却全部对准了我。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大家都有新的生活，而且我和顾先生的感情很好，所以以后这种问题就不要再问了，谢谢。晚上我回到酒店，果然看到了热搜，我不过是思考了一下该怎么回答，舆论便将我曲解成迟疑犹豫。井号成员提起姜慈沉默，井号，这词条还真是好笑，也不知是哪位对家又坐不住了。顾战年纪越大越爱八卦，看到词条后第一时间发给了我。你信不信是姜慈团队搞的鬼？杨姐去查了，他好像有一阵没动静了。他当初能红，大部分功劳都来自剧本人设加持以及配音演员，你看他后来的戏，台词问题一直被诟病。我听说他还拍了部双男主，因为某些原因迟迟没有抬上来。你怎么这么关注他？想看看我当年到底差在哪里？姜慈现在所有的宝都压在和林殊的那部偶像剧上，为此他和背后的团队花了重金宣传。剧刚播出，那些甜蜜花絮、片场互动就都放了出来。反观林殊那边，除了配合营业，没有任何其他举动。姜慈这些年就是靠着炒 CP 起家，如今为了宣传剧，他又开始在综艺里聊林殊，各种暧昧举动，哪怕是剧组私下聚餐，也要被添油加醋，称他开车接林殊吃饭。但好在林殊背后的团队有脑子，很快做出了回应。最终，他们这部偶像剧因为工业糖精太多、剧情 bug 的原因，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而我被王导推荐给圈里另一位大导演郑导，接了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。不知是姜慈背后的团队想让他转型，还是怎么，他突然联系上了我。陌生号码打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工作电话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阿渊，是我。你有事？我听说郑导现在筹备的这部电影，男主还没定下来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牵个线，咱俩合作过，对手戏也好演一点。这人真是脸皮厚到令人无语。你哪来的脸找我牵线？你要是想谈工作，大可以让你的经纪人去联系郑导，而不是来找我。电话那头，姜慈吸了口气，声音里突然带了哭腔。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想演电影，而且我们好歹是谈过的，没必要这么僵硬吧？你帮帮我行不行？阿渊，其实这还喜欢你，我们和好吧？姜慈，你别给我随地大小眼，你不是说我炒 CP 倒贴你吗？如今又改口了，做人能不能别这么恶心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我挂了电话，拉黑号码后，又发消息和顾战吐槽了一番。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乃至姜慈没安分几天，又拉了坨大的。林殊自那部戏之后，与他拉开了距离，他此前暧昧过的女演员也个个避开他，生怕沾上了就被他的粉丝追着骂。于是他开始改变人设，频繁的买热搜，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。与他谈过，我就好像留了案底一样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他拉出来作秀。他现在也不说是炒 CP 了，改口说我们确实谈过，然后反咬我劈腿前男友顾战，甩了他。镜头前，他立起了痴情人设，还让狗仔拍了些街边买醉的爆料。我和顾战的工作室立刻做出了回应，警告他再造谣的话，我们会走法律程序。他消停了没多久后，又开始在节目上说些模棱两可的话。我俩的事又被翻出来，他的粉丝大胆开麦，直言我才是朝三暮四的渣女。可惜在他做天做地的时候，我一心努力拍戏，口碑早已反转，而他粉丝扒来扒去，反倒扒出了我的微博小号，里面清楚记录了我们从恋爱到我被分手、甩锅、栽赃的一系列过程。当初我是如何被全网黑、被造谣、进组新戏、被通知临时换人，整整8个月没有工作的过去全被翻了出来。而后来那档直播综艺，姜慈和我私下的对话也不知被哪个工作人员拍下发了出来，他的形象彻底崩塌，被全网盗油。当初那批网友得知了真相，开始站在我这边舆论的风口，重新对准了他。他的公司懒得再给他擦屁股，几乎是抛弃了他。他接受不了，开始在夜里买醉，还跑到了我的酒店门口蹲我。
程渊，你非要做到这种地步吗？非要毁了我你才开心吗？姜慈，我再说一遍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黑过你一句，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引导粉丝网暴我。现在好了，被反噬了吧？你没有引导舆论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替我发声呢？你为什么不帮我呢？你就是想毁掉我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好在酒店的工作人员及时拦住了他，顾战也赶了过来。姜慈的脑回路有问题，加上喝多的缘故，他后面的话越说越过分，气得顾战想动手打他，我急忙拉住了他。走吧，我们不要和这种烂人争，工作人员会处理的。第二天，姜慈的这段视频就被发在了网上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新剧再次火爆，新电影也上映，票房极佳。我也拥有了很多粉丝的鼓励和陪伴，再也不必羡慕别人。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，主持人问我有什么话想说，我捧着奖杯，激动落泪。很荣幸今天能拿到这个奖，我想先谢谢导演，谢谢编剧，谢谢剧组每位演员以及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。然后我想谢谢我的团队以及我的鸢尾花们，谢谢你们一路陪着我走到今天，谢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。最后我想谢谢我的爱人顾战顾先生，他是我前进路上的灯塔，没有他就没有今日的我。镜头给到顾战，他带头鼓掌，台下一片轰鸣。当晚，井号成员获奖，井号和井号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井号这两个词条冲上了热搜。从滚出娱乐圈到走红拿奖，我用了几年时间，终于证明了自己。此后黑料褪去，我在阳光下继续前行。2个月后，顾战向我求婚，半年后我们举行了婚礼。至于姜慈，据说他没在演戏，而是去了某平台直播带货，没带几天又被人实锤是假货，被封了直播间。听杨姐说，他几乎算是退圈了。我和他不会再有交集，而我的人生在经历过至暗时刻以后，未来将充满光明。全文完。